迎收看《红星聚一聚》。你好，我是庆凯。本地的综艺资讯节目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当中有益智节目，有访谈节目，也有美食探索。今天的访谈呢，对我来说有点期待，有点挑战。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嘉宾当中有一个是非常会耍宝搞笑的，有一个是牙尖嘴利，有一个是超级红星阿姐，另外一位呢，不只是本地的主持界阿哥，也是教了我很多的大哥。我们马上欢迎他们，欢迎今年2022年红星大奖最佳综艺及资讯节目主持人入围者，欢迎 Hello， 大家好，庆凯好，看到你。大家好，我是郭亮，好，谢谢大家支持。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琴。Hello， 大家好，我是青春无敌美少女阳光可乐。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真龙。我们来讲一下你们这次的入围作品当中，你们认为你表现的最好的地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如既往的表现的不错。当然了，主持人任何节目当中，主持人不能喧宾夺主哈。在我这个节目里也是一样啊，来的嘉宾都是超级红星。那么最重要，这个访谈节目就让红星可以情真意切的带出他们真实的想法感受。那这个部分主持人完成的越好，这个主持人就越棒。金姐呢，《古早味侦探2》。 你觉得最满意的地方是哪里？就是让这个味道更加古早。我想啊，应该是我可以让观众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就很想去吃当天介绍的那个食物。小岛国大发现，是可乐我们两个都第一次入围，对不对？对，很兴奋吗？好，非常开心啊！大概3天没睡觉了。我觉得在这个小岛国大发现里面，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所以可能这个是让我可以出位的一个地方。什么表情？你什么表情，姐姐？郑龙，你刚才听到他的回答吗？所以我可以跟他搭档，就代表着我已经很厉害了，很强大，因为可以克制我。其实这个节目我们的工作其实不难，其实最难的应该是幕后工作人员，他们要把那些景啊全部的地方都找好，所以我们去那边就是把那些大家想要知道的资讯全部表达给观众就好了。对，接下来我们反正你们都是主持人啦哈，我今天也是来客串一下的，你们就自己问对方好了。哎，可以这样主持人干嘛？你今天有收入了吗？请问有收入了吗？是你的 Q 卡是吗？对啊，我们自己问。每个人抽身。OK， 我们让年龄最小的抽了。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哇，字也打太小了吧？各位可以选在场的其中一位发问。哎，旁边的同学不要偷看讨论。我感情很好。sorry。OK， 我问郑龙哈。哎，好。请问你有哪一个主持人是你梦寐以求想要合作的吗？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这是什么表情啊？OK， 我老实讲啦，我其实很想跟Kim 姐一起主持，因为其实我们有2次机会，差一点就一起主持，但是因为可能疫情的关系，所以就不是因为缘分还没到。sorry， 我在跟姐姐讲，为什么会想要选钟情姐？就有一点遗憾的感觉。得不到的因永远在为这样啊，因为得不骚动。到，所以想要得到。可乐。哎，我就知道是我了。这道问题绝对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好不好，好？请问你有没有在荧幕前假笑？没有，我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首先，你告诉我什么叫假笑？不对，这个太假了吧？对，那我跟你解释一下。好，我理解这道问题假笑不是哈哈哈，是这个地方一点不好笑。哦，冷的你笑。讲得很好笑谢谢，你我再问你一遍，有没有坚持没有。 ？OK，就每一次都发自内心的发自内笑。心的。所以我每次是他讲的啊。我每次讲的笑话，你都觉得好笑，好笑，绝对好笑。还是我长得好笑？也不会啦，长得那么帅。金姐呢？你觉得？我通常不会假笑，我只会傻笑，或者是比如我听不懂的时候，我就会但我觉得一点都不假，我只是听不懂，所以我就笑我自己。我觉得无伤大雅，因为反正我也是喜欢你的笑声，我才看你们嘛。其实不会嘞，你会喜欢大笑声？其他人说我笑声太可怕了，叫我少笑一点，或者是小声一点，或者是捂住嘴巴笑。可乐，刚才你跟郑龙讨论了很久，你是想要问谁？来吧。我就问亮哥吧，就是亮哥的表情。好，那个就是假笑吗？假兴奋，假兴奋。拍这部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你不想再经历的？其实每一次都挺快乐，大家都挺合作的，没有什么不想经历的。
小岛国大发现应该有什么不想经历的吗？我觉得每一次去一个新的地方都会很开心，但是他开心的其实就只有最多5分钟5到10分钟，5到10分钟，但是一整天下来8个小时啊，就要一直很欢乐，一直很嗨。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那个我们去 HDB 建筑的一个新还没有建好的一个地方，又大太阳又很晒，其实那天我们都真的几乎晒伤了。对，是，只是这种比较幸福啦，因为呢，他接了很多档节目，所以好像那种早起的啦，然后在屋顶上面晒太阳的啦，overnight 的啦，他都没有在。他们比较呀，我跟他们是开心的，因为看到很多驾车经过不会去注意的一些小细节，就原来放在这边，放在这边。对我来讲，这个主持比拍戏要轻松多了。拍戏，各种各样的情况经历得多，主持还是，当然我主持有冷气的地方比较多，室内比较舒服的。你看你隔壁的，跟我的不爽。我以前做环岛的时候有外景人，大家都有那个过程嘛。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多你不想经历，可是你又经历过的一些过程啊，才是让你感觉到。长大的一些成长的成就感，比如说那个我带那些民族出走记，那个很辛苦。哎呦，我们去到那些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我们也是住在比较偏僻的，我们就不是住在酒店啦，然后洗澡也没有热水啊，然后天气又冷啊，是挺辛苦。我不愿意再经历，可是因为你当下你可能一直在。诅咒的，我为什么派我来这？为什么要怎么？为什么做完之后你特别有成就感，然后你就觉得说哇，原来这样的东西我也可以做到。问题写的，你的机会来了，狠狠的问你想问的问题。那问3位吧，比如说。那我问你，啊，这样你还有问题问我？呀，我还有对你很多，我对你还有很多很好奇的。你少来，快点。OK， 你在拒绝回答。不要这样啦，去旁边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一个女艺人会让你有？我就知道。心动你啦，不就讲过了吗？不用啦，你不用讲我，除了我以外啦，有吗？我有嘞，我有。你有吗？谁？我喜欢去舞，真的，很 man。哇哦呀，他有一点神秘感，然后他说话的声音又够沉，然后他的声音一出来，我就会整到我这样。可是郭亮就相反，私底下都没有话，对，就跟我了，可能跟我了。他在镜头上很多话，所以不太适合。我发现。不然我就问一下亮哥吧，你对于年轻人想要进入这个行业有什么忠告？或者是你为什么怕听这种又问老前辈的问题？你问钟情，他有很多忠告。没有，我还很年轻。我没有，我的答案就是别来，这个行业别来。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根本就没有准备好，以为到这行业来随便化个妆，拿个麦克风就讲话，好像搞人家写给你背一背，要么就特别看清这个行业，要么就特别高估自己的能力。我觉得真的都不好。所以我劝大家三思而后行，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忠告听起来很可怕，对不对？对。因为我还是要在行会上。亮哥，你说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所谓的能力是什么？具体说几样。比如说，反应能力、语言能力、喜好分享，像阳光可乐你看他懂不懂的都愿意分享，这是一个特质。分享欲很高。我们先说这种如果很多人看完很美，只会哇没了，你。拜托你就不要来主持了，我们不需要听你哇，我们要听你为什么哇。当时我入行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的，我就是为了要找一份赚钱呀，有一份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我失业，然后就刚好有机会，就来说当主持。我说OK 了，我就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不算是主持啦，就成人杂志都是一些演绎的，然后那些要说的东西已经写好给我了，所以我只是要死背，所以是硬着头皮死撑。比如说我跟人家说我不爱说话。怎么你不爱说话，怎么当主持人？不可能，所以我要逼自己说话说到现在我都不懂，有时候人家觉得你干嘛这么紧张？你蛮啰嗦。最基本的那些发音，然后你要慢慢去学，你要纠正，你要常常听1、2、3，说是不是1、2、3？1、2、3，我说OK， 不是洗脸洗脸洗脸，然后我要一直要记住嘛，要花时间，然后你要愿意付出啦。所以简单来说，大家如果没有韧性、没有毅力、不敢尝试的话，三思而后行。你问我这个问题得罪人吗？亮哥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吧？有，来问郑龙吧。好啊。
观众看到电视上的你跟你自己有没有区别？有区别，我觉得有区别，对，有区别，因为其实我跟 Kim 姐有一点像，就是比较不善于表达。其实，在刚开始就是不太会讲话，不太懂得怎么去表达自己。在私底下的我也是不怎么讲话的，但是其实来到荧幕前就要开始一直聊啊，什么都要讲啊。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发觉如果这样的年轻人把他啪放一个综艺节目，碰到像钟情或者其他那些，他可能话都没有。是，你现在一开机器，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冷场。我们现在4个人讲3个屏，肯定可以不断的讲。可是你如果想一点点害羞，刚开始我真的哇，好压力哦！我记得有一档戏，我跟彭赏一起主持，我完全搭不上话，就2个人呢，我也搭不上话，因为那个是比较感性的一个节目，对。然后我也不想强调他的节奏，对。然后我自己的节奏又跟他完全不一样，但是他已经把那个人的心声都已经好像要掏出来了，然后我就你在那边流泪就好了。我流汗了，我哪里流泪？那我很幸运，我第一档节目呢是跟钟情姐阿公来做饭，然后钟情姐私底下就跟我说，妹妹，你要讲话，你就要敢说，你不说话的话，你镜头都没有的，所以你不讲话，你就整集就是一个花瓶。钟情姐给了我这个勇气，才可以一直有表现的机会。也不是啊，因为我很善良了，我讲完之后我就会看着他，对，他讲吗？他就往上来了。我爱讲话，我可以从 JB 回怡保，我8个小时可以在8个小时内经常可以讲话，跟我家人讲话。对，我爱说。跟他主持节目不是因为讲话累，是听他讲话听他很累，爱玩也是辛苦的一部分。你说我不看他，我的话都还没讲完，他就在那边耶。我说我都还没有讲完呢，你可以给我机会吗？结果我想说你可以给我点机会吗？结果是他需要给你机会，你现在造了一个恶魔。结果钟情姐发现，早知道不用给他这个忠告，你就会 Q 自己，把一头猛兽放出来。不啦，我还是不敢啦。我觉得给可乐来说也是一个，我希望啊，知识储备很重要。对，知识。我讲知识储备不是说明天开始去拿这么大的书整天啃，不是。你想，你8个小时当中，你的话当中，除了乱讲之外，你有一点信息，有点内容，都是废话，那就更有趣。尤其作为主持人来说，就更加重要嘛。等到了一定的地步，高低就立判了，对吧？问问可乐吧，好，因为可乐很喜欢主持节目，对不对？所以我想要知道你从主持当中得到最大的满足感跟快乐到底是什么呢？学到的东西当然是第一，然后每一次发生的不同的状况，就是你人生的一个很好的上一课，然后人家的注目。因为你在舞台上面主持节目，还是在主持一档节目的话，人家就是注意听你说什么，然后你去吸引人家的目光，这是我最想要的满足感。哦，要红啦，你要红，我很想红，真的。直接说，但是慢慢来呀，很敢讲啊。建荣，你点头是同意吗？我是说，几个月没有见到你，你没有改变，还是很敢讲，我觉得很棒。我觉得主持就是我不开口，大家都不开口。我现在，你看，庆凯今天主持，晴姐。可乐，谈一谈，私底下都不敢这样。如果我说，接下来我们来看，如果不讲接下来，大家就没有接下来，对不对？我继续下去，这是很大的满足感。钟情姐，你觉得呢？我变得比较有自信一点呢，然后比较喜欢现在的我，我比较敢于表达我心里的想法，虽然我还是会顾虑很多，这么多年来，观众接受了我，有时候我说了一些傻话，大家还是可以接受，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OK， 问郭亮了，你在拍摄入围作品的时候，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吗？就每次你拍之前要去上个厕所啊，上个大号之类的。那个是你吧？我唯一的一点就是做节目前不吃东西。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做节目前吃东西人会显得很油腻。就是一种超级没有精力，对，所以不好，这绝对不好。好多时候做完之后，我忽然间会觉得胃痛，可是就不是吃不下，是人为不吃东西，吃得下的。郑龙有最后一个问题。我有这个，我就问 Kim 姐吧，你觉得主持人去演戏是一个自然的发展吗？自然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自然啊，但是有工作就接，是不是？我学到一个
好的答案，就是要看什么节目、什么节目或者是什么角色啊，那些很苦命的角色不要叫我演。其实我觉得两位非常厉害的，就是你们除了主持也可以，你们演戏也可以，而且还获奖。这样子演员会不会受到压力？就是你们来抢滩。可是我还是觉得说，主持方面我也是有局限的，我不是所有的节目都可以胜任。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想像一个访谈的节目，好像郭亮这样的节目，我觉得我做不来，我也有一定的压力。我觉得如果我能够给同行造成压力，我很自豪，也希望更多同行给我有压力，对吧？如果同行之间彼此都是你这一块，完全没有人无法问鼎，也根本没有人想念，这个行业是不健康的，对吧？健康的应该是一个男主角。恨不得找老板让我试试戏好不好？我可以演得比他好。我觉得我还做不到啦，没有达到那个。如果真的达到让同行觉得有压力，那太棒了。对，如果说有些资讯节目呢，年轻人他们带的肯定会比我们好。你能想象我钟情还有一凤3个人做小岛国？为什么这样笑？应该有不一样的感觉吧？对，我喜欢这种答案，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我是怕人家要你爬76楼之类，然后你会觉得其实我觉得我给综艺组提供制作组提供好主意，下次找6个人，找他们3个，找我们3个，我们同一个小岛国大发现，哇，超级大发现，其实一定很好看，对不对？要比在一起啊，没有对比，没有伤害。真的，工作人员没有很想要。好，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其实我还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在4月24号在这个舞台上，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OK， 观众都在这里，对，应该把台上的讲座抱回家的人是你吗？这个如果颁奖给我的话，我一定觉得是我应得的。如果没有颁给我的话，我一定觉得这个评判需要好好再深思一下。必须是您啊！好有霸气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对我做的这个节目，我觉得我尽力了，所以我没有好自我检讨的啊。你让我今天再做一遍，大概其还是在那个水准。可是入围都有啊，对不对？会生气吗？不会，真不会生气，因为当一个人被打击太多次，麻木了，麻木，把自己讲那么可怜。郭亮说了这么多，我当然是希望他拿了哈。如果又是我拿怎么办？你会恨我吗？不会。你们私底下解决。我们私底下解决。对他来说，这么多了，多一做少一做，问题不大。也不是，我是如果你帮他把那个奖拿给我，我还是会抱回家睡觉。那太多了，完全没有建议。可乐呢？你觉得你应该是今年最佳综艺及资讯节目主持人吗？这里最没有资格说的就是我，因为我是第一次入围嘛。那入围是非常开心了，我觉得很幸运，当然有时候运气当然也很重要。对我自己就是说，不是我不好，是别人比我更好。问我会不会拿，我说我觉得我不会拿啦。那想不想拿，我很想拿。对，两回事。听到了，评审听到了。是，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对哦，这正确心态。当然。郑龙，不会是我。为什么？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对不对？但是你看，其实我们努力，可能我努力180%，亮哥也努力180%，但是我的努力到180%，只是亮哥的50%，所以我们要靠3个人才可以撑起这个节目。所以我就我们2个当然是非常幸运的，对，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节目可以做。那想不想拿？不想，不是说不想，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资格，我不想让我自己停下脚步。当然，今天很开心可以跟我们本地这么多优秀的主持人一起聊聊他们过去主持节目的一些经历和技巧。我相信所有的网民都可以获益良多。最后呢，要恭喜你们，也要祝福你们在4月24号可以成功领奖。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拜。